长久以来呢，无论是在行业内外啊，许多人都有这种讨论，就是下一代汽车究竟长什么样？对此呢，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猜想。但是在我的理解当中，直到我看到了极氪 Mix 这款车之后，我认为这是与我猜想当中下一代汽车最接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有理论依据的。首先，咱们可以想啊，在过去的时代，其实一辆汽车的话，什么最重要？驾驶员和驾驶，对不对？一辆车，驾驶和驾驶员宛如这辆车的灵魂。在过去，没有司机，你这辆车完完全只是一个静态的空间，一个盆景，它无法发挥作为一辆汽车带着无论是司机，或者说满车的乘客，或者行李，或者货物由 A 点到 B 点的使命，对吧？所以在过去可以理解为一辆车上至少有一半的功能设定场景都是服务于司机的。比如说这辆车需要让司机能够说处在一个最舒适的位置，最良好的驾驶状态。再比如说呢，比较复杂的内燃机啊、排气啊、传动系统等等，这一切驱动方面的布置。而实现的目的呢，也就是在复杂周遭的实际道路当中呢，保证一辆车最高效并且安全的从 A 点到 B 点。而在当今或者说在未来啊，电动智能化时代到来之后，这一切规则就发生彻底的改变。首先呢，一辆车它的驱动的方式可以由传统的前面放内燃机，然后中间以及说底盘放置比较复杂的驱动传动系，外加排气系统等等，这一切演变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凑的电机，也就是驱动单元，可以与这辆车的车轴、车桥、副车架去高度并行，集成紧凑的布置。与此同时呢，动力电池规则的置于车辆的中部、底部，然后呢，在此之上可以去腾出一个特别宽敞并且规整的车内空间，就像一个盒子一样的造型。在这个盒子之内呢，其实就可以像你自己家的客厅一样，你可以高度的去定制化。别管说呢放置几个座椅，而且呢不同座椅也是可以旋转不同的角度，甚至于说呢你都不一定绝对放置座椅，你也可以把它布置成其他的空间，让它这辆车别管是在静态或者动态移动当中呢去发挥，或者说去承担更多元化的场景，甚至是许多你在过去啊哪怕现在难以想象的汽车移动当中的场景。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这种高铁的这种造型布局一样，座椅可以旋转，甚至于说呢，因为运行平稳，所以都不需要安全带。然后肯定有些人就会说，哎，那不是啊，你看啊，一辆车的话，它在运行当中，因为说它的这种运动轨迹可能是不太均匀的，所以说这辆车的话，你出于考虑这种说稳定啊、安全等等之类的，可能是不是还是尽量应该让人，比如说是像现在一样啊，这种比较规整的坐在座椅上呢？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你要知道，以当今的交通环境的话，以及说与之配套交通法规，其实还是去应付比较复杂的交通场景的。而在未来，如果说随着说这种高级驾驶辅助的普及的话，一来呢，司机可能说真正用于驾驶的机会都很少，可能只是用于应急的时候，让这辆车可以保持驾驶能力，甚至可能都不需要驾驶台方向盘了，你手里拿遥控器，对吧？简单的移动车辆就可以了，其余时候完全自动驾驶。再有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的话，道路环境其实它也是高度秩序化的，大家想是不是？并且是极尽安全的，不会出现在当今这种环境，说很可能说是复杂的机飞混行，甚至可能一会儿有横穿啊，一会儿有什么逆行啊等等，这些都是不会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用这辆车它的移动当中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去干你充分更加想干的事情。包括呢，行驶的场景也是，你也不用担心说这辆车它的什么底盘的通过能力啊，什么越野能力，甚至于说停车的能力，因为这一切基本都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一来是交通环境很好，二来是说呢，这辆车它把你送到目的地之后呢，要么去实现不同车辆共享化，要不然它自己可能也会去行驶到一个可能更加良好停放的地方。也就是说，车内空间呢可以进一步的去高度的利用化。
另一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说这辆车啊什么激烈的什么操控性啊、驾驶性等等这一切，通通都不必考虑了。这些我觉得在未来的交通环境当中，其实这一辆车它就更加的回归于说工具化的属性了。甚至包括像什么补能啊、充电等等之类的。总之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场景极尽的自动化，而你想不到的场景基本上也都能够自动化。当然了，以上这一切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至于未来的汽车到底是会进化成什么样，关于这一点呢，拭目以待。也许咱们可以5年、10年或者20年、30年、50年之后啊，再回过头来翻看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看看是不是如此。当然了，关于对未来的畅想说完了，毕竟呢，咱们还是回归到2025年的当下，咱们以当前的法规、当前的技术、当前的场景以及说汽车的使用方式来去评价一下极氪 MIX 这款车。这款车啊，确实如我所说，我感觉这款车是过于超前了。但确实，这背后能够承载于说它超前理念靠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说当前咱们中国汽车电动智能化这一切的技术基础作为支撑，而且在之后呢还可以去越走越远。那么在当今极氪 MIX 这辆车，如果说走进家庭，成为说你家里面的理想的代步工具啊，或者说是一些商用其他场景，它做怎么样呢？那么呢，还是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一切的测试标准。首先，咱们先从动力开始说起。在当前的北京的气候环境之下呢，我把它首先驶上赛道，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加速刹车测试。它取得了6.7秒破百和36.2米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说实话，我觉得以这辆车 MIX 它的定位来讲，这样的动力性、这样的制动成绩都是相当好的。之后呢，并没有把它驶上赛道，因为我也相信，其实买这样车的人并不会追求它的这种特别极端的这种操控性啊，一些什么驾驶激烈化程度这些方面需求。甚至就像我说了，其实在未来在远期，一辆车的这种操控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放弃舍掉的诉求。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当前或者前一个时代一切以驾驶员为核心所主要表达方向。在今后思成一切平权以后，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呢，我呢也就没有去赛道。但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讲一讲这辆车日常开着怎么样啊？总体来讲，我觉得100分满分的话，可以给到80分，分成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驾驶性。这辆车驾驶性呢，其实它有多个不同的调节维度啊，无论是在动力模式以及说动能回收力度上面，我觉得它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开过的最好的极氪。就这辆车驾驶性可以达到90分。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你油门踏板踩下去之后，动力请求这个执行，总体来讲是比较的及时，而且是均匀线性的。可能不像有一些车型似的，说可能踩着初段不走，然后滞后性的集中释放没有。所以开这辆车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好控制之类的。反正至少我觉得啊，就是那种特别顺滑均匀的加速。再往下减速维度也是，刹车踩下去之后，整体的过程是比较连贯的，而且 CRBS 优先的动能回收也是比较及时到位的，以去最大限度去利用它的能量。唯独一点小瑕疵呢，就是在很少的场景之下啊，如果说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你踩刹车，它可能会有那么一种突然性的闯动出现，程度不大，而且不是每次都会出现，但是偶尔会出现，这点我觉得是有一定优化空间的。驾驶性说完了啊，说说电耗和续航。这辆极氪 MIX 呢，长续航的智驾版，我们也是在北京当前一个不冷不热、最合适温度对它进行城市高速2个维度测试啊，还是以往的环境，城市均速27公里每小时，包含各种工况，高速均速超过113公里每小时，尽量120的速度巡航，不开空调，不开暖风。下面公路成绩啊，首先城市维度，100公里15度电，还可以。102度的动力电池算下来的话是多少呢？680公里的城市续航，相当耐跑啊。接下来高速测出的电耗是100公里23度，对应的续航呢是443公里。应当说这么大电池2工况啊都还是相当耐跑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极氪 MIX 这辆车它所主要服务的场景应该还是城市环境。反正680公里，我真的觉得，即便你家里边要是没有一个加充桩的话，你这辆车1周甚至2周充一次电，集中式充电，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而相对来讲呢，高速应该不是这样的一种方盒子型车它所主要覆盖的场景。
而且包括你又从这个驾驶感受当中也能够去印证这一点啊。先是转向手感，转向手感本身呢，从低速到高速回程力矩随次增益是有的。低速呢，转向手感是比较轻盈，而且优势在于什么？就是这辆车在城市的这种工况之下，它的转弯半径特别的小，所以城市当中你别看这辆车比较宽，但其实是相当灵活的。而在高速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来讲，虽然说转向的回程力度是有加重的。但是呢，这辆车你会觉得就是它的循迹性会降低，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这种方盒子型车吧，它的这种说空气动力性布局不会现在城市当中你会觉得可能是那么的稳，所以说这辆车主要的服务场景我觉得还是市区通勤为主。再往下呢，就是行驶品质、隔音静谧性两维度，我觉得都可以给好评啊。整体来讲，就是反正不同的这种地表条件吧，相对来讲保持了比较强的柔韧性、隔绝感，以及说呢前后桥滤震性都还是比较一致的。这个是滤震，再往下隔音也是。尽管说这辆车它的这种造型可能也觉得风阻比较大，但其实啊，即便在高速行驶下，别管是风噪、路噪、环境隔绝，也都是相当好、相当安静的。所以你如果在车里边这样去休息啊，比如说是开会啊，或者说进行其他一些场景活动的话，我觉得都还是能够给你一种比较安心的体验。动态说完了啊，接下来说静态。其实我相信呢，这辆车它最吸引人的、打动这些用户的，肯定也是它的静态表现。它的四只车门呢，都是采用了电动打开的布局啊，而且呢，内部的空间也是特别的宽敞，包括后备箱空间也是。此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前后的这个滑轨，这辆车它座椅的这种说布局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你无论是在说载人啊、车内活动啊，或者说是载物等等多个维度，都可以进行一种特别高效、灵活性的这种调整，是极好的。甚至于说呢，它还是说在量产车型当中比较少的实现了，可以说通过座椅的旋转，然后4个车座实现对坐的这样一种场景。别管说车内开会啊、娱乐啊、打牌啊，或者说是比如说吃饭等等之类的，你还可以把这个移动中岛去给拓展这样的一个桌板，以去最大程度呢发挥它的这种场景优势。当然了，这点只是提醒大家啊，在当前的这种交通环境以及说法规之下，像这一切尝试最好还是在车辆静态的时候去使用，而车辆移动当中呢，还是尽量的保持一种最安全并且稳定的乘坐方式，系好安全带，并且把座椅推到一个安全气囊能够保护你的位置，这样就最好了。当然，只不过啊，当前的这个车门的布局，我觉得虽然说智能化程度特别的高，特别的炫，但是如果你要是那种，比如说是比较急性子，没有什么耐心的话，也许可能你会嫌弃它的开门的动作啊有点慢啊，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因为这辆车它本身已经比较宽的这个尺寸，外加说这个车门，别管说是侧开或者滑开，还是去占据一定空间的。所以说买这辆车的话，你一定要保证这辆车你停车的场景，它的空间，特别是横向空间是足够的，以去充分满足这辆车它给你带来这种功能便利性。毕竟呢，像极客 MIX 这辆车，它在当前可能它并不是瞄准于说所有消费者的当下的经典场景，但其实我身边也收集了很多反馈啊，就是对于它有一些用户的话是特别喜欢的，别管说是自己的使用，或者比如说自己啊养宠物啊、携带宠物或者带孩子等等之类的，都对于它的很多设计是真的是赞赏有加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更加符合于一些可能特定场景、特殊需求的这些用户，或者说呢是让大家看到这种未来的展望。然后呢，再说一说车内吧。像车内，比如说这个多媒体系统，当前也是比较好用的。第一呢是它的角度是可以调节，再有就是它目前的这种反应速度以及说菜单的逻辑都是比较完善的。加上比如什么 AI 助手、什么语音啊等等这些控制，反正也是吧，让你在当下可以说是逐步的去随着说一次又一次功能的更新迭代去展望未来。以上，这就是我对于极客 MIX 这款车型啊，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乎它产品力的评价。确实呢，就如同我在之前对于这款车定义，就是它其实呢很多理念，我觉得过于超前了，就更像一个在当前的这种技术发展的阶段吧，对于未来车型的这样一种畅想探索和前瞻，摸到了下一代车型的或者是下一个时代车型的这个边界。只不过呢，确实就是这辆车，它基于当下，别管说尺寸、功能等等这一切，目前呢可能并不是说服务于说所有的广泛的用户。
但是就是对于那些特别喜欢它的人，可能说确实能够带来的一些场景体验，也是其他车型所难以匹敌的。所以到底当下买不买它，我觉得可以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场景，包括停车位尺寸等这一切，去进行一个充分的考虑，并且呢，实际去店里面去看一看车，然后功能呢进行一些演示，而且最好不要只自己去，带着家人，未来这辆车都能够承载的家庭成员以及说服务的场景去做一充分的分析，然后再去选择是否购买，我觉得就最好了。除此以外呢，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这期节目如果你能看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啊，能够让这期节目完播，并且说呢也跟随我们的这种观点评价。我也很希望看到说，大家能不能把你们认为说以后下一个时代或者下两时代未来汽车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把你们的畅想也打在评论区，咱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